云南巧家县和四川宁南县交界处的金沙江干流河段，矗立着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的白鹤滩水电站，它是全球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。这个世界第2大水电站在当初勘测时，人们就发现坝基处的岩层是角砾熔岩和柱状节理玄武岩护层结构。为了炸掉建基面以上的石头，同时减小对坝基岩体的扰动，技术人员研发出了垂直爆破孔里放铁球的复合消能爆破技术。要研究该技术的原理，需要先了解波阻抗的概念。其实这个概念我们早有体会，比如石块缝隙里插着一个大号鞭炮，一旦引爆，激波就会进入石头。这股强劲的压缩波扫过某个面积时，会制造压力，并推动一些质点通过此面积。因此，该面积的压力与垂直穿过的质点的瞬时流量之比，就是波阻抗。其数值也等于介质密度和激波速度的乘积。波阻抗这个定义反映了被炸材料对动量传递的抵抗能力。石头的波阻抗越大，则越难爆破。当然，这个原理任何小孩都懂得，因此小朋友会把鞭炮插进波阻抗较小的土堆里，来得到满意的爆破效果。由于白鹤滩水电站坝基岩石具有护层结构，既要炸掉炮孔周围的石头，又要减小对建基面下方的岩层冲击，需要先向炮孔倒入沙子，形成垫层，再把铁球扔进去，形成铁球和石头之间夹着沙子的消能复合介质，最后在铁球上放置炸药。引爆后，炸药中的激波，也就是爆轰波，会首先在炸药介质里以若干倍介质声速传播，并不断压缩引爆扫过的炸药来补充前进所需能量。到达界面后，由于炸药的波阻抗小于铁球，导致激波透射进铁球时能量衰减，同时在交界处发生壁面反射，又形成了激波回到炸药里，铁球里的激波继续下行到交界处。由于沙子的波阻抗远小于铁球，使衰减后的激波透射进沙子，入射激波则发生自由界面反射，变成膨胀波回到铁球里，使正在强烈压缩的介质被膨胀波卸载，导致铁球在界面处发生层裂爆皮，由此完成了界面吸能。激波在沙子里前进时，由于波阻抗很小，沙子的质点会以较小应力和较大速度发生位移，使激波能量被大量吸收，所制造的应力迅速衰减，完成了本构吸能。最后激波来到沙石界面，再次发生壁面反射，形成激波回到沙子里，将进一步衰减的激波透射进建基面下方的石头。因此，铁球、沙子、石头的复合介质通过界面吸能和本构吸能，使激波强度减弱到原来的60%，从而控制了孔底损伤，留下了相当平整的建基面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一些炸药爱好者经常在室外堆放 TNT， 由于时不时爆炸总会送走一些邻居，他们就用1层钢板加1层混凝土，再加1层钢板，做成复合消能防爆围墙。一旦爆炸，激波在防爆墙夹层界面反射和透射时，就会因界面吸能而衰减。同时，波阻抗最小的介质被夹在墙壁中间，就像铁球下面的沙子一样，使激波在此处的应力衰减程度最大，因此起到本构吸能效果。这样经过层层消能衰减的冲击波透射进入空气，就成了强弩之末。所以钢板混凝土加新墙具有优异的防爆效果。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邻居被送走了。